张铁最近呢有一些异常情况，他老后半夜做噩梦，然后醒就哭。然后我妈听说了，从铁岭来了。我妈呢是一个比较相信铁岭玄学流派的这么一个人，她说她来之前找大师看了，看一次200，就跟我俩讲这个大师的意见。但是我妈她没想明白一个事儿，那外国人怎么能听懂她那一套玄学？我妈接下来做的所有事儿全让大胖媳妇整翻盆子了。我妈跟俺俩说人家那个人都说了，拿铁这孩子命里缺水。大胖媳妇说那现在就喝呗。我说你仔细听，是命里缺，不是膀胱里缺。大胖媳妇说都叫拿铁了还缺水，那再加水不没事吗？我妈跟大胖媳妇说你别说话，人家还说呢，你说你也缺，你看你这名我都寻思咋整。你叫杰米，这杰字还真有4个水点，米要加点水就好了。大胖媳妇说米加点水，那不粥吗？我不叫杰米，改名叫杰周 J 周。哎，杰周不是周杰伦吗？那你也别叫彩玲了，你应该叫昆女。哎呀，昆女不是彩玲 ，Your name is 昆凌。我妈继续说那个谁呀，还跟我说拿铁这个情况可能是家里有脏东西。我妈先给大胖媳妇一把剪子，跟她说晚上拿铁不跟你睡吗？拿铁儿再哭，你就把这个放你俩枕头底下。大胖媳妇非常不解，迷迷糊糊的，最后把剪子放枕头底下。拿铁睡着了，大胖媳妇出来跟我说咱妈咋想的？给我一把剪子，说拿铁哭就用它，就因为孩子哭就直接做掉啊？他只是起夜时间欠妥，又不是私自倒腾军火，罪不至此吧？晚上俩孩子关于这个剪子的功能产生了一些讨论。早咋说姥姥说这个剪子可以清除家里的脏东西，咱家什么东西脏啊？拿铁说那应该是爸爸。于是两个孩子觉得他们完全理解了姥姥的意思，进行了脏东西清理。那遇到这种情况，毕竟我是当妈的，我当然是不拦。我喜欢你。我好痛，是吗？我的头发为什么在这里？那个啥，拿铁要吐了，你给拿铁噻。这是什么 ？It's here, it's here。你干啥呢？老爸。其实在我跟大胖媳妇心中，这都不是事儿，不就是哭熬个夜吗？我不怕，之前熬夜脸蜡黄，碰上换季敏感还黄里透红，得亏有薇诺娜修白瓶，边修屏障边美白，6大美白成分，料理表面到底层的黑色素，2大修护成分，安抚皮肤各种状况，养好屏障，轻松还你妈生白，谁还能看出我熬大夜？我妈还是坚持对我家进行了最后一些调整。那个拿200块钱的大师说镜子有问题，我妈就跟大胖媳妇说你买这个镜子方向有问题。大胖媳妇现在摆的镜子它朝床，我妈说不行。大胖媳妇换了朝着门，我妈说不行。大胖媳妇再换，我妈说镜子对面有镜子也不行。大胖媳妇被逼得有点叛逆了，最后疯了。哪里都不对。没想到这个镜子上天之后，它变成哈哈镜了。哇！大胖媳妇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也懵了，跟我说怪不得都说上镜显胖，上镜显胖，尤其这镜子在正上边。我是这么穿。我们太帅了，太帅了！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喜欢张大铁的观众，我建议你谨慎看这条视频，因为张大铁的奶奶太糊了，你看完心疼。我们一家来泰国玩了，我妈和我婆婆都来了。我问我妈，我说你不是有点看不上温迪吗？你咋最后还同意来了呢？我妈说我不放心，我觉得太危险。我说泰国没有那么危险。我妈说但是你婆婆有。我们这不就来泰国了吗？第一天坐船出海，在海的正中央，我婆婆提议要跳海。这一个提议出口，我婆婆、我老公、我小姑子在澳达，衣服一脱，噼里啪啦全跳下去。然后张大铁那胆小，就说水里有老妖精，就不下。我几次尝试跟他沟通都被拒绝，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我说这样你就游到拿铁前边来，离他特别近。我呢一会儿就不跟他沟通了，我越说他越害怕。就一会儿我入水的时候，我在后边就稍微这么一推他，你马上你就接住。他一进水，他发现没事儿，那他就不害怕了。大胖媳妇说行 ，OK， 我接他来吧。这时候我婆婆就在后边喊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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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一听我很惊讶，我心想啊，这外国奶奶其实也知道心疼孙子，你看平时挺虎，关键时候也知道保护。结果我婆婆说你听我的，咱们要把他扔下去。2秒钟才飘上来。张大铁被扔进大海之后才发现水里没有老妖精，家里有。然后我妈也不敢下水，温蒂提议要扔我妈，后来温蒂自己退缩了，没敢碰我妈。我就问发生了什么呢？早达说刚才姥姥让我跟奶奶说，她心脏里有支架，坏了赔10万，奶奶就走了。我不懂他们这是什么毛病，就是对跳水这个执念。前几天我去桂林出差，我要去参加一个晚宴，大胖媳妇作为受邀嘉宾的男伴本来也要出席，结果人家来的路上突然间想做竹筏赴约，人家竹筏划着划着，大胖媳妇就说要跳水，说太热想游泳，人船夫说不允许跳。大胖媳妇说我就想跳。船夫说那我不能担这个责任，你掉下去了那是你的责任，不赖我。我要是让你跳，那这就是我的责任。大胖媳妇说我懂你的意思。然后我被有人掉水里了啊！妈妈怎么掉水了？我在晚宴上，我寻思我家男宾咋还不到场呢？遥远的看出去，觥筹交错的背后似乎有2个落魄的身影，因为身上太臭没让他俩进，我只能独自美丽参加资生堂时光琉璃皇冠会，美美体验了全新升级的液琉璃面霜，它能拯救拉胯侧颜。这瓶整整10倍高浓 Cota Pro 刺激首度破译的胶原之母 CCN2 轮廓蛋白，直接贵气侧颜纱稳稳拿捏，咱也能用侧颜大杀四方了。最离谱的是，我们这次在泰国坐那个香蕉船，那个船开的特别快，特别颠簸，很吓人。我们全家都上了，我就发现泰国真是一个没有规则和边界的神奇的地方。这船上最老
老的65，最小的才3岁呀。人家在海中央停了，开船的人朝我们喊：“哎，你们想掉下去不？”我说啥？他说我可以把你们的船开翻，保证你们全掉下去。这个事儿回国之后，张拿铁是这么跟他姥爷说的：“我说我不掉，我奶说掉，我要掉。我说干什么玩啊？谁跟你跳呀？我奶非要掉。我说你可拉倒吧。哦，那你可挺厉害哈。然而实际上，张拿铁那天的真实状态是这样的：我说我不掉，非让我掉，干啥呀你们？张拿铁是带着前世记忆出生。昨天晚上在奥达回家的时候，被楼下邻居家门口的鬼吓着了。回家之后吓得不敢出去，张拿铁生气了，去找鬼声讨去了。走之前，张拿铁还问他姐：“谁吓唬的你？”他姐说 ：“Ghost。”张拿铁说够啥？他姐说：“Ghost。”张拿铁说妥了。OK， 姐姐等着。咱也不知道咋寻思的，出门的时候还把我包背走了，还带着他的老人手机，打着醉拳就去找鬼去了。叫你是够着他呀？干啥你呀？点教育的，不像我姐。不许说谚语，不许说谚语。人张拿铁训鬼训的正威严呢，他爸非这时候给他老人机打电话。干啥你？不许说谚语。过上了好日子，红红火火。他说啥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。你不要老笑我姐啊！那训鬼训的苦口婆心，没完没了。你说啥玩意儿？你这整一只手指，点教育的，点教育的。但是张拿铁没想到啊，作妖的不光咱家邻居，还有他爸呢。每年万圣节，我婆婆大胖媳妇也非常热衷于装神弄鬼吓唬小孩。那家里你就看吧，两个老洋鬼使劲浑身解数，转圈吓唬俩洋鬼子，就各种拿这些东西霍霍，又往脸上抹血，又是戴骷髅头的，整的贼吓唬人。但是张拿铁他不霍霍，他也不信，他觉得他都3岁半了，已经到了不惑之年，不应该这么幼稚。但是他爸就是折腾他，吓唬他。哎呀，刚把我压了我好疼啊！别弄我，你别跟我聊整一声。白个白台也别跟我整一声。你搁这干啥呢？我要拉顿套。拿起你猜这个脚是什么脚？这是什么的脚？是二啊，是二啊。张拿铁为了让他爸放弃，没办法，只能装害怕，这样他爸就能不跟他玩了。可惜啊，大半夜老被吓，我都憔悴了。幸亏能用修丽可熬夜抗氧平补过，我一熬夜就脸黄垮脸，用它紧急修护，用了一段时间，皮肤嗷嗷亮堂。天亮我脸也亮了，现在就不怕熬夜了。北京的干燥气候就得用这种滋润质地的，睡醒脸贼软和。但是我为啥说张拿铁是带前世记忆出生的呢？我以为他胆子多大呢，但我发现不是，他只是对吓人恐怖的理解是偏东方，就那些西方呀血他不害怕，他害怕的那些东西是更就是写意派，更抽象。前2天我们带他去一个公园玩，体验了一把纯中式鬼屋，里边是那种清朝女性的绣花鞋、绣花衣服，都没有鬼。你看他的反应。拿去，你害怕吗？我是爷们，我不害怕。这是什么？